这次的旅程，我们深入日本东北的2大县山形与宫城，从热气腾腾的温泉乡，到冰雪包围的绝美树冰，神隐少女动画世界般的银山温泉，到狐狸村看疗愈猛虎，还有松岛海岸的夕阳。仙台必吃牛舌，到一路上各种美食，每一站都让人念念不忘。这是一趟冬季限定的深度旅行，也是一场感动与惊叹交织的自由行回忆。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一趟日本东北的惊喜之旅吧。2025年的3月第1天，我们踏上了人生最期待的旅程。我们要前往仙台，计划去藏王温泉追雪看树冰，还有去银山温泉住能登屋，听雪落下的声音。希望能够如愿看到满满的雪景。The light is fading fast. From this old town we gotta go. Our bags are packed, so what we waiting for? There's no point in delaying what we both already know.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We could rent a room and watch the stars dance round the moon. Fall asleep to the sounds of the sea. With you right by my side, it's such a sweet lif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Nowhere else to b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Nowhere else to b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仙台机场大厅有大有克洋大师画作的立体画雕，仙台机场有连通道，可以直接走到电车站。只有1线车班到市区，完全不怕坐错车，超级方便。
很可惜观光情报中心没有纪念章，只能与恐龙博士合影了。今天我们住在车站附近的阿帕饭店。这个连锁饭店是以方便、新颖又划算著称。一起看一下房间长怎样。开灯！哇，好小间。哦，那个电视有大哦，还有低，还有绑带耶，它还有给水，诶，它的鞋，它的毛玻璃耶，嘟嘟。办理完住宿手续后，出门去觅食。来仙台最想吃的当然是这里最有名的牛舌料理，所以我们来这边知名的连锁店利久。运气很好，没有排到队就进来了。一个饭，一个锅的有锅的，卖茶的卖茶的。套餐的火锅是寿喜锅，火锅的肉片换成了牛舌薄片。牛舌煮得很薄，我大一碗。吃完就来吧。说我要吃饭，好大一碗饭。哇，你看，好新鲜哦。吃白饭。对，它的这个是烤的，而且不用煮熟，牛肉。对，就是这样。牛舌这样吃真的很好吃，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我觉得饿。还有厚切烤牛舌，跟火锅的牛舌薄片比起来，肉厚超级多，这个吃起来会更满足。吃饱饭到附近的商店街逛一下。是这只吧？哎，不是，是这只。是有美人尖的，很可爱耶。它是名字，它是木头做的啊。它是布做的，好可爱。
日本的可丽饼跟台湾的套路也不一样，除了料不一样外，最大的差别就是饼皮了。日式的是软饼皮，买个一份当饭后甜点。你吃吃看，哦，那个很厉害哦。有没有嘴巴糊住啊？它刚吃啥？我好悲哦。这趟旅程的第2天，要从仙台移动到山形，搭电车与高速巴士都可以到达。高速巴士站在仙台车站前的22号巴士月台。如果有大型行李，需要自行打开巴士的行李箱，放完行李再自己关上。行车时间大约1个小时而已。结果下车的位置就在我们住宿的饭店旁。今天我们住大和 Roynet 饭店山形站前，我们上去寄放行李，顺便看一下房间。夜深好深哦。噔。这间饭店给我们住宿的体验很好，房间比一般的还大，交通方便，住宿费也不贵，服务人员亲切，还可以下午2点入住。杯子。冰箱藏在这里。各位观车站只是参考组织，是这里 Scarborough 是一位小朋友。开门。哦，干湿分离，厕所跟房间一样大。另外，饭店大厅有备品可以拿取。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套组8公分的，小朋友才有的。行李放好后，走路到霞城公园晃晃。
光天了，我这里看的。好棒哦！你看，甜哦，好甜哦，很好吃哎，它好吃。好吃。这个买大根的应该很好吃。也很努力赚。好吃。路上经过丰烈神社，这个神社在山形知名度也很高。还有金老头，它会冻结了，所以没有水。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财运，要施法一下。看我的幸运之手，来看看啊，小心免得金色小水跑掉。耶！不同有钱，糟糕，我比较想要很有钱。周金运福，翻译，叫我的秘书翻译一下。他说会有意外之财，就要感谢并善加运用。好的，我会善加运用。好，就它了。大金运，哇塞！竟然是大金运，大金运啊！竟然比我还厉害。幸运物是青蛙的摆饰哦。哇，我们家有好多。我以为它头上有一只鸟在滴大金，我们终于走到了。这是2016年做的，这很棒哎！好冰，好冰，给你，快点，好冰，好冰。这里的山形城曾经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堡，原本建于1357年，在17和18世纪曾是山形大名的根据地，后来常年累积的损毁与失修，造成这个城池的没落。现在看到的很大一部分都是1986年起重建与整修的。霞城公园最里面有个近代文化古迹可以逛，
山形市乡土馆，原名为济生馆，在1878年时是山形的县立医院。他像不像马偕先生？这栋建筑是明治时代仿西式房屋的最高杰作。1966年12月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现在是个博物馆，可以入内参观，而且是免费的。进来有好几个纪念章可以盖优。很漂亮。然后这个是山形馆乡土馆，这个是历史。对，丰盛时候好漂亮。现在这里面展出非常多文物，不过有很大一部分是禁止拍照摄影，我们尽量将一些可以拍的记录下来。那是人呐、建筑物外观的部分拍摄就完全没问题。大楼，我以为是大烟囱。然后这个是那个。对啊，刚刚那个这里就有个老街呢。离开霞城公园，走路往玉电堰方向前进。美丽维拉，这很写实哦。它这个很写实哎。玉电堰，这里是山形城主在1624年兴建的堂堰，用于人民的生活与农牧用水。现在则规划成一区文青商店街。大楼哦。啊。可乐饼。好吃嘞。
好重哦。不一样，不一样。怕块的肉，但是它这个要还蛮软的，猪肉，应该是猪肉吧？没有牛。这个也只才200块。我看上去。好吃，好冻。好，那这个放。干嘛？这个是猪排吗？哎，对。不是，现在我在做，我要吃猪排。刚才神社的金运神签说，能帮我带来财运的食物是猪排。好吧，热的，给我热的。结果最后点了比较想吃的牛排。好番茄，好番茄。我觉得它好像蒜头，但是这个很蒜头耶。热莲啊，哦，对啊，热莲冻啊。都是好。可以介绍啊。我可以接受的，这个酱不是。肉好吃，但是酱不行。汉堡肉看起来不错。那个肉好吃，酱不行。蔬菜汤，洋葱。妈妈适合在家，但是可爱。对呀。今天先到这边啦，明天准备前往藏王温泉。早安，三行。今天出发前往藏王温泉。饭店可以让我们寄放大件行李到我们回来，超贴心的。我们住的大和 Roynet 饭店就在车站旁，走一下即可到达车站。还有点时间，吃个早餐吧。看起来很好吃哎。
啊？面包体看起来不错。对啊。好吃哎，面包很好吃。很好吃。往藏王温泉的巴士站就在车站门口，不过要先购票才能上车。购票位置在巴士站旁边而已，人数不多的话，直接机器买票很方便。到藏王温泉凭票才能上车，千万不要傻傻排队。没办法，直接刷卡上车哦。就这里吧。乘车时间约40分钟，其实不远。堆满了雪。这边最哇！藏王温泉巴士站有纪念章，不要错过咯。对啊，这个超看。这个是派大星吗？嘿。就手背会点。哇，这个来。哦，冰。藏王温泉位置在海拔800公尺的山上，位于山形东南部藏王连峰西麓。这里冬季有很长时间被白雪覆盖。据传，藏王温泉在西元110年左右就被发现，从江户时代开始逐渐形成温泉旅游区。昭和时代时，滑雪风气逐渐盛行而开发滑雪设施，现今发展成日本东北地区最大型的滑雪度假胜地。不过这次我们没有要滑雪，单纯来享受雪国温泉区的迷人氛围。嘴巴快要弄掉了。包子，包子。
其实我们对这里一点概念都没有，单纯就是闲逛，一边走一边看这里有什么景点而已。走着走着，来到了综合运动中心，这里可以租滑雪用具，寄放行李与用餐。要付钱才能去滑。后来知道滑雪不用钱，比较大的花费就是租滑雪用具与搭上山的缆车费用。下次再专程来滑雪吧。就选这家，随便吃一下吧。起司牛肉堡看起来不错，就点了。另外看到别人点的薯条也很好吃的感觉。牛肉。好吃。累。为什么像吃起来像饼干？它是压成泥在压成泥。那个饼干啊，一根一根那个饼干啊，一根，噔噔噔。好吃耶！就是味道吃起来很像王子面。你知道日本那个王子面吗？好像。点心面。对，点心面那个味道，真的太，真的很像点心面。他们明明有餐具，但我们都用手。要拿呀。哇，它有。再拉到最高，你看他尽量表现。满满的启示。好满的起司哦，它是薄皮的，整体来说是家很不错吃的店家。一楼也有一个贩卖部，也可以逛一下。这是小朋友来买。进店啊！三型的藏王日记藏王菩萨。应该是跟我差不多。这是他们的传统工艺。就刚刚我拿横的那一种。这个很酷。贴那个啊，滑雪板的啊。很可爱。也有卖很多滑雪装备与衣物，是个可以逛一下的地方。运动中心隔壁是缆车站，除了滑雪的小缆车，藏王温泉有4条大型的缆车路线，
我们现在是在最左边的这条缆车路线。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条是可以2人乘坐的小框体缆车。要冲了哦！我是怕哭，我是倒退。外面很冰。下车了，好恐怖！下车后发现有纪念章呢。这个是藏王大泉蟹。冷冷的天气，投个热饮来喝，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件事。这个是铁罐超烫。这个好喝吗？好喝吗？他们家可以点，不要。3度。附近有藏王大泉献堂。据说这位神祇并非缘起于印度，而是日本独有的佛，是降妖伏魔为人们带来和平的神明。祠堂内有纪念章。我以前在那边。藏王。这个积满雪的高原滑雪的游客不多，可以走到附近逛逛。qui prie déjà. Je veux juste rester auprès de
这一区的滑雪缆车没什么人，滑雪客不多，所以是个可以悠闲逛的好地方。很好玩。宾尼，好冷啊！你的脸好冻哦。好大啊！大，赶快给你，他手麻掉了，好烫的嘞，好烫的，太烫了吧？这已经在眼镜，那个会变色。这样你要喝吗？我。好，那把它喝掉就丢掉了。你要喝掉把它丢掉。玉米浓汤。check in 啊，刚好这里。我喝上面，你喝下面啊，上面只有汤，下面才有玉米。它的玉米很好吃。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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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应该有吧。还茫茫的哎。今天会先跑去运动中心那边玩，是因为今天的住宿点在这个方向。明天再去藏王温泉最知名的树冰那一边。慢慢的走到今天的住宿旅馆吧。
看晶晶的有没有？图腾。哎呀，好冷啊！夕阳的照射下，整个温泉乡的色温都不一样了。这趟藏王温泉之旅，我们刻意挑了2家不同的温泉旅馆，都是1泊20的方案，好好的感受2家旅馆不同的餐食。这个上面它是不是有那个？今天住这家明汤社创温泉旅馆。先去看一下房间。我们是左右边诶。心仪。对，为什么不让我们站在一起？欢迎。房间不小呢。哇，还有一台电热器耶！我们住在边间，所以对外窗有好几个。因为房间够大，一开始床铺就是铺好的。房间内有4个座位。天好酸了，坐下来舒服。附小浴缸可以在房里泡汤。独立一间的免治马桶。这是3人房的房间呢，因为它有3件浴衣。有饮料吧可以免费使用。它只有3点到6点而已。茶、红醋、咖啡，这不知道什么。你给我吃，有的吃。茶，理应的绿茶跟咖啡，喝咖啡。感觉很浓哎。柠檬咖啡啊？对啊，感觉真的很好喝啊。好了。很奇怪。
换装来去餐厅吃晚餐，这是住温泉旅馆一定要的仪式感。餐桌上的是主食、饮料与小菜，汤品自取。你刚刚对我怎么样？耳朵在哪里？两个人都过来，你先背过来。我们把那手都去过来。超多菜菜，三菜桌，看起来很棒。是山形县产的。很香。干杯！行啊，应该很好找，哦，注意注意，哦。好杯，这个不刺激。这它当前菜不错。炒碗蒸应该也是不错哦。我觉得那是，这菊花吧。酱瓜好苦啊！它是菊花，很特别，好像我们的花豆的那种蜜豆。蜜真没有加加这比较厚，它这个肉还蛮厚的，是猪肉不够，我怎么讲？那你那个肉先吃，你肉先吃掉，你肉先吃掉，我这一份先给你。蒸酱酿的。这个不能。不是两个一碗的，那我跟你讲，这个要超级的重。太大口，不行了，不行。怕你吃不饱。这个配菜都自己夹，棒，就是不是你分工肉的吃。对对，有点像，上次茶冻。这是茶冻。茶冻啊。百香果吧。爸。很少，看过前面什么？其实是芒果冻。这里雪天的户外公共浴场泡汤很棒哦，大家有机会来感受感受吧。这家温泉旅馆早餐是自助餐形式，看看有什么好料的。还有小松菜。
各拿一个，才不会太苦。好乌龙。早餐大致上就这样啦。用完早餐，回房间收拾一下行李，准备离开。今天也是在藏王温泉区玩，不过会换一家温泉旅馆，感受不同的体验。待会要去看有雪怪之称的树冰，这家住的不错，吃的也不错，也不贵，很推荐。离开明汤社创温泉旅馆，往看树冰的缆车站方向前进。沿途的雪景对我们这些台湾人来说充满了新鲜感。待会路上会经过今天住宿的温泉饭店，先去寄放随身行李，逛啊逛的走到藏王温泉的主干道上了。这里有一家罗森便利商店，也是温泉区唯一的一家便利商店。便利店旁的车道弯进来就是今天的住宿点了。这家温泉饭店因为离雪场很近，所以有许多滑雪的客人选择这家入住，有超大的行李暂放区，采自助使用。晚点再跟大家介绍这间饭店。走，来去看这趟旅行的重点之一——东北雪怪藏王树冰。结果后来就解决了。缆车票可以到柜台或售票机购买。1万。想要看树冰要买2段票，来回每人4200日元。所以这次之前的照片很少，因为我们就是这一阶段的缆车是从山路站到树冰高原站，这里的坡度比较缓，而且雪地的平面面积大，很多滑雪客会选择这边滑雪。随着缆车上升，渐渐地看到树上结满了冰霜，超美的。本日は蔵王ロープウェイ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有不少滑雪客选择在这站下车去滑雪。我们要去看树冰，所以还要再继续搭缆车往山顶站前进。从这边开始的景观超级震撼哟！光看到这个景色，这趟旅程就值得了。藏王山的树冰因独特的外形又被称之为雪怪，在每年12月到3月皆有可能形成，而1、2月是高峰期。要亲眼目睹这一奇景也是很碰运气的一件事。除了当季气温高低影响树冰成型外，来的当下也必须是好天气才行。山顶上有很大的几率是雪天，蒙蒙一片。我们今天真的是运气爆棚了，看到藏王山上满满的雪怪。这个也被包住了。大家带我们看下去外围就好了，外围就很大，这个景。Come on, baby, take a leap of faith. We got a love that's worth the wait. Darling, you've been on my mind. Gonna love you till the end of time.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特别，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这边看看。 Our story is just begun.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o. 我改一个。 With your love, I'd never be alone. There's only one thing I know for 掉光光了。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o. 我要蹲着。 Come on, baby, what you waiting for? You and me could be so much more. There's something I've been dying to say.
这边。对了，带。And I know you're the one. Our stories just begun.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o. With your love, I'll never be alone. There's only one thing I know for sure. I'm holding on forevermor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风一吹啊，然后那个是树硬的欸，冰，对，那硬的它就会一条一条的。莲花冰。 With your love, I'll never be alone. 小的决定，好的，外面有个冰的。 There's only one thing I know for sur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o. 变多了欸，变好多哦，这整个旅行团上来了吗？漂亮漂亮，哇，这个下山时看到的树冰园跟上山时风格不太一样，可以看得更远、更为壮阔的感觉。三大夜景。随着高度的降低，树冰的样貌也渐渐不一样了。不同的树种凝结的冰霜样貌也不一样。温泉街，今天给你。树冰高原站，天阳，太高了。附近逛逛晃晃，待会儿去吃午餐。花田在这边可以看到刚刚往山顶站的缆车，也可以看到远处满满的树冰。螃蟹走路啊，怕滑倒的阿平。树冰高原站外的这家餐厅，几乎都是滑雪游客来用餐，算是一家和风洋食餐厅。特色是每种料理都加入他们自家产的番茄，看起来每种都好吃。考虑好久点了猪排番茄咖喱套餐。
是好吃的，但是第一口下去好酸哦。知道了。它饱受。这是它的特色，好像番茄糊。好重的萝卜味。吃饱饭后，我们在附近逛一下。这一区基本上都是滑雪的游客，整个雪场看起来非常的平整。这里是46，这里有写了。好可呀！阿克的头不见了，冰。有冰耶，防水裤很重要。一到下午，山上的天气就变差了。现在小土地公拜吗？我会塞起来。缆车山路站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礼品贩卖部，出去前可以逛一下。还以为是冰那个欸，结果是一个是樱花。还有蛇年像的蛇，蛮可爱的。
超可爱的啊！他拿着茄子有什么意义？不知道。它是壶，它是药壶地藏。好苦哦。但是它可爱多了。回到今天的住宿点高建屋 Lucent 温泉饭店，藏王温泉这边有很多高建屋集团的饭店，来看看我们房间长怎样。空间还蛮大的，床一开始就铺好了。有小茶几与工作桌，附模组画的预测，对外窗可以看到饭店的入口。这么多件，小是小孩吗？小件。泡茶组，你看他们就这样啊，好低，可以擦桌子用的茶包啦。对啊，他们都用这种捐吃的那种茶包。他们以前怎么有办法做这么低的椅子啊？有做跟没做一样。是你没办法。我读不下去。稍作休息后，是今天最期待的晚餐。不要自己在上面，是吗？就是先把肉给它塞进去啊。加麻婆。下饭。芒果吧。吃完晚餐，泡完汤，发现外头正下着大雪。你看上面都是白的。出来晃晃，拍拍照。晚上的藏王温泉大街几乎没有人车。这个真的是住在当地才有的体验。整条街上只剩下罗森还灯光通明的营业。今晚是我们这趟旅行真正遇到的第一场雪。我们这一伙人也在这时玩得不想回饭店休息了呢。住温泉饭店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早餐啦。
我们去看看今天早上吃什么。咖喱。吃早餐的当下，窗外下起了雪。今天的天气似乎不太好。来藏王温泉想要欣赏树冰美景，真的很碰运气。今天这种雾蒙蒙的天气，上山是看不到树冰了。你要开？没有啊。今天会离开温泉区，飘飘飘飘飘。趁还有时间，好好的逛一下附近。我也有星光大道的抖音，跟脚印，很好玩。知道我的先。这个也不错，我也想要。这个也很好看。来，再看。去哪里？很好笑哎。雨落，它可以直接吃的，加热就可以吃了。买一个好了。老街区这边也很好逛，这边游客超少，很适合在这边漫游。温泉水。对不对？对。那牌子为什么要插那么高？因为雪会喷到这里的。他找不到消防车。藏王温泉的老街区这边，在冬天时真的很有温泉乡的氛围，尤其到处弥漫着水蒸气的烟雾，真的非常的梦幻。
从山上引水下来的嘛，温泉引水。而且这里就不会冷。好，一个天然的很弧形。很可爱的。我不管，然后今天要结束了，就冰块，对啊，那是冰块，这都冰块啊，硬邦邦的冰块。都是挺没考虑。现在过去有一种比碗一样。老街的入口处发现一家有营业的百货店。的那个四卷，高级哦，还有竹帘，四卷的，酷。压力应该不够。
叶子。这是梗哎，地头，对，菊落啊，哦，菊落球球，这边的菊乐，而且还上面还要加黄芥末。刚刚买的菊落球球，它有这么大颗。围巾啊，这个也长差不多。还上小小杯。逛着逛着，天气似乎越来越差了，雪渐渐地变大起来。走回饭店拿行李，准备离开吧。饭店有接驳车，随时运送住客到巴士站。其实饭店离车站也不远，一下子就到了。顺利搭上下山的车班啦，愉快的藏王温泉养猪行程告一段落。这次的日本东北之旅的起因，就是我一直向往到银山温泉一趟。老公就想办法帮我订到能登屋的住宿了，因为约了好友一同前往，也间接解锁了人生第一次日本自驾。前往银山温泉，除了自驾外，也可以从山形搭电车到大石田町站，在车站前转搭银山线巴士即可到达。如果有在当地住宿，饭店在车站前也有接驳车可以预约。另外，在当地有住宿，旅馆也有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使用。进入银山温泉街区前有观光案内所，有纪念章哦。温泉。正式抵达梦想中的旅游地银山温泉。大一个超大的，那个像不像一个大馒头？上。直接走到最里面的能登屋旅馆吧。
办理住宿后会给一张旅馆的配置图。来去看我们的房间。好，不用了。欢迎光临。很妙，好长的一条通道，超长的通道。在这里，这是我们的烟客厅。除了这个客厅外，睡觉在另一个房间。还有我们的浴牙刷备品。啊，这是什么呢？晾衣服的衣架、梳妆镜，噔噔。哇，好复古哦！哎呦呀，这样子，噔，哇，梳妆镜哎，这边是什么？啊，棉被，这是棉被，它都是相通的啊。来看厕所，这是茶水间呢。哦。对啊，我们这没东西，冰箱啊，茶水在这里，呼，哇，2、4、6，它可以住6个人的。对，大房间。对啊。再往里面走是洗手台与厕所。厕所，还好我们厕所不是要走到外面欸。我刚刚看到外面有厕所在外面，我以为要走到外面去上厕所。那这个是什么？还有个对外的小阳台。4人都在那边。它是那边吗？对。那一间吗？对对对。来哦，开门哦！噔噔。我们预定到梦寐以求的河景房型。我们在河边。好冷哦！可以好好的在这里欣赏银山温泉的美景。这时如果再来场雪就太完美了。才刚说完，老天爷就下了几片雪花。我们去朋友的房间串一下门子，位于本馆后方的别馆2楼。哇，可以这样转圈圈。哇，房间好大。哇，这个可以打开哦。你们现在有个大浴室。这个方向不会有人看进来，窗户一打开，根本就是户外汤屋。这个房间天花板挑高的设计超级震撼的，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旅馆房间。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来，我一定要预定靠山的房型。房间又美又便宜，重点是好抢很多。接下来把握时间，
来去逛一下云山温泉街。可爱。位于能登屋斜对面的江户屋，是贩售很多当地纪念品的店家。有嘴巴，接下来眼睛，还有嘴巴。哦，是雷神呢，雷神的青蛙，很可爱。买这个，雷神呢，很可爱耶。然后还有这只，还有钓鱼烧的，很可爱耶。还有忍者，有温泉喝牛奶，还有大便的哎，这两只像。看你那个要吗？风神、雷神一起吗？那边也有哎，哦，在比中指，你看它比中指，可爱哎。这个好，这个我没有的。很漂亮啊，这个很漂亮哎，红色的。对啊，这个是哆啦美。像不像？像不像？有一点，不好意思。1、2、3、4、5、6。柜台有纪念章窝，不要错过。可以。还新的哇！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接下来我们去逛一下温泉街，然后好好的拍拍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天空每天只有不到20分钟的栏目时段，一直以来是我认为一天中最浪漫也最美丽的时间。大家跟我们去看一下这时的银山温泉究竟有多美。其实银山温泉的街区很小，从最底处的能登屋走到这个最前端大概只要3分钟，我们就从这头一路逛回去吧。银山温泉位于山形县尾花泽市的温泉区，
以其大正时期的怀旧风情和冬季浪漫雪景闻名。因为这里建于一座银矿的旧址之上，所以才会以银山为名。这里的旅馆沿银山川两岸分布，也有公共浴场、免费足汤。整体的建筑营造出充满大正浪漫的风情，而且因为这里是在岩盘上，房屋建造不易，以至于旅馆数大大的受到限制。每天所能容纳的旅客数不多的情况下，在雪季时几乎是一房难求，通常在开放订房的当下就被秒杀。能在这里住宿一晚，真的是满怀感激了。走着走着，看到前方的虹桥，就到我们住宿的能登屋了。再往里面走，还会有一小区。这个方向是往白金瀑布，路上也有几间商店。不过白金瀑布在雪季时是暂停开放的。When the crowds have gone, we could talk under moonlight till dawn. We could stay to watch the sunrise, cancel all our plans. We don't need a reason why we just can't. I wish I could stop time and stay in this moment, never think about going. Won'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 Caught myself free falling deep into your eyes. You came to me without warning, but I knew why. I wish I could stop time and stay in this moment, never think about going. Won'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 Stay in this moment, never think about going. Won'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我们家的门有点遥远。哦，有开心的。我放松的。はい、こんばんは。其实我明的那个。
昆豆腐です。还有鸭子。这个是鲤鱼干露煮，你看，哦，好大块，快，这么大块，这个可以当超大块，很大只的鲤鱼哎，这是1块哎，啊，它是轮切的，对啊，超大块的哎，他可以点饮料的，可以。这个很浓啊，这个很浓，这个阿平最爱。好好喝耶！山葡萄汁，嗯，山葡萄汁。酒鬼阿平觉得好好喝，一杯不够，所以又加点了一整壶。好喝啦！快点喝！比较硬，跟我们吃的那个软软不一样，它好硬哦，好 Q。哇，好软。这个要把它全部丢进去。它好吃哦，不知道什么鱼，超脆的。你看，烤。应该是红萝卜沙拉。这是什么小白菜吗？我就都是点点的。面，哎。我吃不出来是什么。吃不出来。这是什么？吃了还是爱吃？好绵哦！它有蛋哎！哦，对了，这是蛋哎，很硬，很硬的蛋，好好吃哎！好好吃。
是。这到处都是。好大！蟹肉啊，还有蟹膏哎，蟹膏搅一搅，蟹肉。三型的油饭好，好了。好好吃哦，好熟，好熟的。这一餐真的吃得非常满足。敷好了，偷偷的敷好了。传统温泉旅馆通常会趁住客用餐时将床铺好。从房间往外看，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街道上只剩少量的游客，这时的温泉街跟稍早又是一个不同的风貌。走，我们去外面好好的欣赏一下银山温泉这难得的宁静时刻。天空下着小雨，混杂着细雪，湿冷的环境非常适合温泉乡的氛围。而且这时空气特别的清透，周围一切的色彩饱和度也特别高，当下真的会有种置身于童书中的梦幻错觉。
穿着轻薄的浴衣与小外套，还是无法长时间待在接近0度气温的室外。能登屋的会客厅点着一盏暖炉，静静地等待着游客回来取暖，直达内心深处的暖，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最后，在这宁静的银山，用这杯茶结束这一天。早安，银山温泉。街道上铺了一层白色的薄雪，看来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雪。趁着还没有大量游客，出来感受一下银山温泉早晨的宁静。结果才刚踏出旅馆，天空马上下起了雪。接下来准备来去吃早餐。
回房后发现外面开始飘雪了，游客也逐渐变多了。看着大家在外面玩得很开心，也下去晃一圈吧。现在外面都是当地住客，一日游的游客还没来，所以路上的人潮还不算多，依然可以细细地品尝银山温泉的美景。这次来这边看到了好几种不同样貌的银山温泉雪景，真的是太幸运了。在能登屋里面有个咖啡厅，住客可以免费使用。
要ございます。手做的，洗澡用的。对，他们服务生都把它夹在那个。这里也是那个，它上面有，而且它还有冷配胡须。还有时间来逛一下温泉街。一早的那场雪将温泉街铺上了一层雪妆，跟昨天晚上又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呢。昨天晚上走到温泉区最尾端这边就回头了，虽然往白金瀑布的通路封闭了，但这边还是有一个输水坑可以来探险。这里当年是贯穿整座山，全程约1公里，用来排水、搬运货物之用的通道。可惜现今因为内部坍塌已经封闭了。街尾这边有一家很有特色的老纪念品店，里面不管是陈设或贩售物，都非常的古色古香哦。走，我们一起逛一下。看那两只，他们拿着金锤。那是空的，可爱，150，树林150。しんちゃんの伝票に、お荷物を持って帰ります？OK。它像长嘴。整间店东西超多，看得眼花缭乱的。这个在来这里面。
这里有个当地独卖的神奇商品，是个木戒指造型的转接座，可以将普通小电池转换成大颗的电池。有没有很好笑？要这个吗？有没有？这个是助手熊的指甲。Bear。这什么东西呢？这是寿司，还有比较高的价钱不一样吧？这个就多200块而已。因为手工制作，细节都不太相同。来看一下表情哦，皮肤比较好，有没有？滑溜溜，白线小，滑溜溜。跟你长一样。让你拍。看来今天的雪不会停了。下雪的银山温泉街真的很美，完全是个梦境一样的地方。很开心实现了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看到满满雪景的银山温泉，住到了梦寐以求的能登屋温泉旅馆。下次挑不同的季节过来欣赏一下不同感觉的银山温泉。离开前，温泉街的开头这里有间店可以逛一下。这里贩售的东西大部分是食品类的伴手礼。除了伴手礼外，这家店有个必买的人气商品，就是这个咖喱面包。因为太热门了，差点没买到。咖喱パン、はい、4、はい。4個、はい。它都有大堆风的。椒，很好吃哎。松软。他说他们日本人觉得这不是辣的。不辣吗？
那个刺激这样。像看着外面慢慢。快吃完了。2口就吃完了。对啊，因为它很小一点，大口一点就没了。它的面包我喜欢，它的面包比咖喱好吃哎。整体来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咖喱面包之一了，可以买，不会失望。就先离开银山温泉啦。有一个椰子。今天要来去日本将棋的发源地，有将棋故乡之称的天童温泉。来到山形车站前的2号巴士月台，大 N50、N52、D55号公车都可以到达。车班蛮多的，任君选择，也可以从山形站搭电车到天童站，再转车或走路到温泉区，但搭巴士可以直达天童温泉，比较方便点。在天童温泉站下车后，先来去饭店放大行李。我们在这里啊，从饭店有观光地图，大概看一下，就出发到附近景点逛一下。太烫了，不是，这个手汤也问你太烫。一样啊，很烫哦，哦，很烫嘞。附近有个温泉神社可以逛一下。漂亮的神社。这个神社其实没什么观光气息，蛮萧条蛮冷清的。春天时，神社与公园里有很多樱花绽放，届时来这里会是个比较好的体验。在昌津川上，每个桥都有其相对应的将旗。这个就是飞车桥。还好不是豆瓣酱。河边两侧都是樱花树，春天来应该会很漂亮。这家荣春堂有在制作传统将旗，也贩售很多在地纪念品。
是那个真的那个匠起的，真龙跟辉煌是。这是象棋啊，象棋。这是饼干哦。放在里面会扫描出来，马上就抓走。可以啊。老板娘特地来介绍了这个卓玛，在当地是个很吉祥的文字，有招来人潮、钱潮与招好运的象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荣春堂里面很多有关象棋类的相关纪念品，有机会来天童温泉，记得买回家做纪念哟。不要再，没了，不要脸。这里中午很多餐厅都没有营业，就近找了连锁的家庭餐厅吃午餐啦。他还有白饭。里面还有毛豆。我很喜欢吃他们家的鸡腿排，腌制过的鸡腿调味的很不错。那我要吃。披萨部分需要自行分切。是很多。其实我也好胖哦。回到我们今天住宿的饭店，微笑之宿龙之汤。这个饭店蛮大间的，我们办完入住后，有会中文的服务人员帮忙带路与介绍饭店设施。是我们煮的。对对，你们的，你刚叫我也是不是日本人，我是缅甸人。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长怎样。我们预定的是最便宜的基础房型，不算太小的空间，还有大大的对外窗。房间的质感很不错，也蛮新的。这个是我们的。这是什么？毛巾。这是
大。超大的，哎，好大，冰箱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般都在那里面，我都用这个热水，就不用煮啊。这个梳妆镜很特别，可以看3个面。下午3点check in， 下午4点就去泡汤。对，然后泡汤完之后就喝一杯，然后喝一杯完之后，对，他可以免费1人1杯啤酒，对。喝完秘鲁之后就去煮蛋。煮蛋。订晚餐的晚餐18点，就可以吃晚餐。然后晚上再去喝一杯。去喝一杯。对，隔天早上是 buffet。去买是早上的。对，最忙之前可以去买伴手礼，然后就离开哇，爽爽过一天。玩一天，就是来玩温泉旅馆。温泉旅馆的啊。事不宜迟，赶快来去体验旅馆的服务。所以永远都在贵，那可爱。他所有的都胖胖圆圆，超像金泰兰。新呀。哎呀，生鸡蛋在大厅旁可以领取。下午时段也有饮料与小点心的供应。这个是那个 orange juice， 这个是葡萄汁。这是温泉馒头，真的。超很快就做了啊！好甜，好甜哦。煮温泉蛋的时间是下午3点到7点，一旁有煮法教学。下去了。开始。108。泡一下。
给看。还不错，有点硬硬的，又不会太软。好吃耶！准备来去大澡堂泡汤，喝一杯。走。温泉饭店的浴场是不给拍照的，但这家饭店的浴场超级无敌大。大家有机会来天童温泉玩，可以住这家体验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订饭店的晚餐，出来感受一下在地的店家，毕竟这种地方也很难得来一趟。同行有人喜欢吃拉面，找了一家网络评价不错的小店。整间店的氛围非常的符合日本在地老店的感觉。店里只有一位老师傅制作所有餐点。烫的感觉，它会冒烟。可以直接看到师傅煮面的过程，也很享受。很好吃哎，有海苔味又很好吃，好吃。这家几乎是我吃过的拉面中最好吃的，老板人也很和善客气，非常推荐的一家店。早安，天童温泉。
住温泉饭店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吃早餐。龙之汤的早餐是自助餐形式，种类非常丰富哟。龙之汤饭店的早餐种类真的非常多样，做得十分精致，调味也都有一定的水准，还蛮不错的。一边吃着美味的早餐，一边看着窗外的小雪，这种旅行体验真的一次就会爱上。一天一夜的天童温泉之旅就这样结束啦，准备搭车回到仙台。从天童温泉站搭到山形的三交大楼站，再转高速巴士前往仙台。班次非常多。再见了山形，这趟旅程到了藏王温泉、银山温泉、天童温泉，真的扎扎实实的享受了一趟美景与美食的盛宴。接下来回到仙台后，要去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离开了山形的温泉区，我们回到了仙台。
就顺便来去有日本三大景之一的松岛看看。到松岛除了像我们一样自驾外，搭电车也可以很轻松前往。从仙台车站搭 JR 仙石线到松岛海岸即可。位于日本宫城县的松岛，与京都的天桥立、广岛的宫岛并列为日本三景。在这个松岛湾里，有形状大小迥异的260座岛屿，上面长满了日本黑松和红松，形成了一个极具日本风格的景区。先来去搭观光船游览松岛湾。观光船有好几种不同航线与船班，买票时要注意一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どうぞ。ナンバーワン。出てんだよね。出てんだよね。30分出港でございます。乗船券はレストハウス乗船券発売所に。我们搭的这班船是人王丸号，是这里最大的观光船。基础的船票只能在1楼的舱室与甲板，想要有更好的景观，要另外花600日元买2楼票。可以的话是建议加购，因为2楼除了景观更好外，游客也少很多。道の奥の小島です。昔Please look at your left. The island stretching out in the distance, conspicuous flat island, which you can see is Masamume, South's moon watching park.
这是长命岛吗？形状没那么特殊的岛就分不太出来了。航行一段时间后会看到人王岛，这个岛在这里简直堪称是主角的存在呢。整段航程约50分钟，可以自带食物在船上享用，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观赏松岛湾的美景。这下我的日本山景已经全数收集完成啦。附近很多店家，来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首先登场的是比脸大的牡蛎鲜贝。葱的味道，因为里面放了整颗的牡蛎，牡蛎的焦香味会在嘴里炸裂。对，这样好牡蛎哦，香的，好喝，是香的啊。再买一个牡蛎咖喱面包。没有牡蛎的味道，都是咖喱的味道，好咖喱的味道。成功说，我来手蛋糕，咖喱的味道。这里还有一个烤竹轮的体验，可以亲手烘烤加热自己的鱼浆竹轮。一根300元，付完款后会拿到冷的竹轮，到旁边烘烤即可。8分钟了。想要锅贴，又想要水饺。很香。焦香焦香。哎，不是吗？咬不断，咬不动。馒头的表面。那跟河豚那个年糕很像。
之类的，你喜欢？啊，好看的，我也来。这么热。超重的，有够重的，为什么这么重？有够重的。松岛雪竹屋的酱油烤鲜贝也是很有名的美食。刚刚烤好啊。我的脸越好。是个可以想象的味道，但因为是现烤的，香气很够。吃还看。基本上还算好吃。接下来散步去福浦岛逛一下。每个人200元的入场费。这里的福浦桥在311大地震后受损，后来台湾日月潭的观光船业者帮忙募捐完成修复，而成为一个象征台日友好的桥梁。他说这个是那个在大地震中受创的台湾日月潭观光行业的地震赈灾义团，让它修复。哦。这个红色的福浦桥又有邂逅之桥的美称，期许过桥的游客能有个美好的邂逅。福浦岛上有着赤松、杉树、日本冷杉等约250余种植物，是个美丽的自然公园。步道上可以饱览松岛湾内美丽岛群的自然美景，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岛上漫步一下。
大风岛的全部，这个是小金岛，这个是伊势岛，最远的那个是多文岛。小小的。这有马放岛，这是迎风岛，前面这个是迎风岛。我录到人王岛了。不对的，那个小小的。这里有座供奉七福神之一辩才天女神的神社辩天堂，它是个象征口才、音乐与财富的神祇。相传它的嫉妒心很强，所以情侣千万不要同时祭拜它。他俩跟小时候，他俩不能最后来开箱一下我们在仙台住宿的饭店，这家的入住大厅很漂亮哦。柜台旁有备品可以拿取。看一下房间长怎样。进来后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要拉好久。第一次住到窗户这么大的房间。在大马路旁边，楼总在对面啊。咖啡，一下，这才是正常尺寸啊。Hello， 它不是一体式的这是特别做的那地方还算大。就这样啦，明天准备来去合法洗钱跟看狐狸。今天是我们这次日本东北旅行最后一个行程，买个早餐就驱车上路。今天要去金蛇水神社与藏王狐狸村。藏王狐狸村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金蛇水神社可能就比较陌生，但这个神社在日本可是超级有人气的。尤其它可是一个可以合法洗钱的地方。说到钱，大家都有兴趣啦，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主社前有金蛇辩才天神社，供奉的金蛇辩才天祖师财富、智慧与技艺。
一旁神木的树洞里有神似白蛇的模样，相传这个白蛇就是辩财天的化身，向其祈求保佑开运招福，提升财运，生意兴隆。接下来往最有人气的主社金蛇水神社去。神社一旁有一整排的蛇纹石，向他添点香油钱，然后拿钱包抚摸这些神蛇，祈求保佑，荷包满满。然后再蛇尾、舌头，把石头擦得亮晶晶，大家都把它擦得亮晶晶，噜噜噜噜噜。有一整排蛇纹石，大家都撸得很开心呢。撸坏了。再来是来这边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洗钱啦。发现有纪念章，先盖一下。哇，漂亮！添了香油钱后，拿取开运袋，还有供奉用的蜡烛与洗钱用的竹筛。首先拿蜡烛敬奉金蛇大神。这里也有美美的水神签。放一张。好重哦！嘿。好。我也是洗了1200呢，1200。这里有很弹性的。弹性。先来看看水神签的运势。中级还是不错的。将淋水洗过的钱擦干，然后放进开运袋中，拿回家放到家里财位一阵子，之后再拿来做生意或投资即可。
多钱，也太多了吧？洗完钱了。请我的秘书翻译一下水神签。他说愿望会有他人的帮助，事情能够顺利进行。要虚心接受聪明人的忠告。谁是聪明人？老公是聪明人。乱讲。健康，累积疲劳时，请好好保重身体。这次玩太累。幸运，要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哦。即使出行也不会遇到障碍哦，旅途顺利。总结是很好的啦。有的是中等偏好哦。这里也有七福神小金人神签。我要来个大黑天。福禄寿，福寿。福禄寿。我的大黑天呢？而且你看哦，它是人网哦。第26关。命哎，被称为福神哦。对啊，也跟我一样哎，身材矮小。还有给小朋友抽的可爱动物神签。嗨讲，这个哦，我的食物龟为什么都跟长寿有关啊？这样我长命百岁就对。大吉。哪里啊？我是大吉啊。对，1号签大吉。他们很喜欢乌龟。妙哎，小猫好可爱哦。再来是金蛇水神社里面设施的金属缩小模型。它有博犬呢，还是用转蛋形式来抽选的。噔噔噔，摸。这个是什么？是这一栋。就他吗？就是他。在他门口抽了他。在门口抽。哪有2只哦？嘿，超重的。抽了一个拿起来最重的，果然抽到了金灿灿的金蛇水神社主殿了。另外我不会承认接下来连抽了11次收集到全套这件事。这个神社排队最夸张的莫过于卖纪念品的兽医所了，一路从社内排到入口处了。写那个兽医。这里的纪念品几乎都是独卖的限定品，大部分都是关于金钱运与蛇形的纪念品。除了有梗外，还做得很漂亮，尤其是超美的花衣蕾丝玉手更是必收。因为我跟老公都属蛇的，所以也买了超多纪念品。买纪念品的队伍排得更长了。休息区有卖白蛇面包，也是满满人潮。这是馒头。它是馒头啊。这是帽子吧？这是蛇尾啊。梅子豆沙哎，其实还蛮好吃的，那个豆沙很不错吃的。豆沙。很特别。很特别哦，梅子豆沙。它是紫苏梅。对啊，就那个红红的那个梅子啊。
很好吃。我喜欢的味道。刚好就出来。接下来往藏王湖梨村前进，期待待会好好的撸一下狐狸。门票是每人1500日元。另外，抱狐狸体验要1000日元。每天只有2个时段开放现场报名。在这广场很多地方与设备都禁止拍照。经过我们询问工作人员，抱狐狸是可以拍照录影的。哇，这只好黑，很可爱。就是你可以摸它头啊。不敢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拜拜。接着进到园区里，好好看狐狸啦。在这个园区范围内放养了100头以上的狐狸，据说有6种，分别是北海道赤狐、白金狐、十字狐、银狐、蓝北极狐与白北极狐。我们因为是冬天来访，所以整个会场光秃秃一片。如果是春夏来，满满的绿荫，搭上各种颜色的狐狸，一定很漂亮。吓我一跳，因为我转过来看到他。不要踩到。在这里偶尔会有狐狸从脚边穿过，非常的让人感到新奇。聪明耶，他会。这里有这一种牌的，一样分是这种。睡午觉。太阳很舒服。 These days I'm running slow. Sunsets and shores far from home. Headlights are shining on the sea. No place on earth I'd rather be. And I could try to just follow the swell, but I'll never find this anywhere else. Been to all those places on the wall. None come close to this, I'm sure. You try to say the sunrise the same. But tell me, have you ever danced in the rain? And I could try to just follow the swell, but I'll never find this anywhere else. 今天完全搞清楚狐狸怎么叫的了。
try to just follow the sweat, but I'll never find this anywhere else. 到处都是警告牌，千万不要伸手去摸，狐狸它一定咬你。虽然这里的场地不大，而且到处满满的狐狸味，但是能这么近距离的与这么多狐狸接触，也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了。看着一只只睡眼惺忪的狐狸，真的超级疗愈的。这两只连在一起了。最后离开前有个纪念品店，买个布偶做纪念就离开咯。倒退。这里除了位置不好到达外，其他的体验都还不错。就这样啦。拜拜。回仙台市区的路上，经过这家连锁烧肉店。这趟日本东北之旅最后一天晚餐就是它啦。这是家吃到饱的烧肉店，有好几个等级可以选择。溏心子。连续吃了好几天的温泉饭店日式料理，这餐的烧肉真的令人特别期待。或者这块有，这块再进入看一下。这块是我的。第二轮。其他的没有输。谢谢哦，感恩哦，真的开心啊！早安，仙台。今天我们一早慢悠悠地从饭店走到车站，搭电车前往仙台机场。一般直达车，车程约25分钟，真是一个超级方便的旅游地点。机场不大，而且游客也不算多，一下子就出关了。再见了，仙台，这次的旅游体验真的非常好，下次有机会再来玩。
星宇航空日本回台湾的飞机餐有马铃薯汉堡排以及香料鸡肉饭。餐后一定要来一杯星宇特调。今天的是曙光莫西多。回到台湾，天色都暗下来了。这次日本东北追雪之旅再次刷新了我们去日本的旅游体验，非常推荐大家冬天时去日本东北，享受一次美好的温泉乡之旅游。